第一位，平南王。在大结局中，谢威以身犯险救江雪宁，被平南王控制发兵南下。然而跟燕林父子二人里应外合，最终剿灭了平南王逆党。谢威和江雪宁联手杀了平南王。平南王真的是引狼入室，要怪就怪他野心不死，最后死的也是憋屈，被江雪宁补刀致命一击。平南王这么厉害的人物，没想到最后却被谢威算计轻松剿灭，落了个不得善终的下场。第二位，薛叔。在大结局中，薛叔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地位，最后被父亲薛远怂恿弑君谋反。然而皇帝沈郎假装中毒昏迷，薛叔开始出手掐死沈郎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，被沈郎算计，薛叔弑君谋反，最终被打入冷宫，赐毒酒身亡。薛叔两世结局悲惨，前世成为沈界贵妃，被燕林叛军手刃，今生成为沈郎的贵妃，弑君谋反，最终被沈郎赐毒酒身亡，真的是前世结局还要惨。第三位，太后。在大结局中，太后不肯跟薛远同流合污，弑君谋反，因此遭到薛远囚禁。薛远谋反失败，薛家本来株连九族，遇到贵妃产子才大赦天下，薛家其余人免死发配黄州。薛叔弑君谋反，被赐毒酒身亡，而太后纵容薛家弑君谋反，被罚终身守皇陵。第四位，薛远。在大结局中，平南王都活不到最后一集，没想到薛远却成了结局最大的反派。薛远得知谢威的真实身份，便加速了弑君谋反的计划，想趁谢威等人进宫面圣时绞杀谢威，然而反被谢威算计，谋反失望，输得一败涂地，甚至最后还想拉着儿子谢威陪葬。薛远真是心狠手辣，差点杀了儿子谢威，最终被燕林和刀秦当场就地正法。薛远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，真是死100次都不够，真的是罪有应得，最终落到这种下场也咎由自取，大快人心。总而言之，结局四大反派，平南王死得太憋屈，薛叔弑君谋反，最后被皇帝沈郎赐毒酒身亡，薛太后被罚终身守皇陵，薛远这个终极反派反杀谢威不成，最终被就地正法，真的是拍手称快。